2025年9月3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在这一场阅兵中，出现了非常多之前没有出现过的装备，同时也有很多我们熟悉却并不是很详细了解的装备。本期开始，武器大讲堂第9季，和大家一起分析和详解本次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装备。自打994式坦克出来之后，中国的新式坦克的传言一直都屡见不鲜。本次的阅兵就揭示了中国陆军的新式坦克配置情况。在陆上作战群、地面突击方队中，除了我们见过的99B 坦克之外，还出现了一款新坦克。这款坦克的型号解说词讲的是100坦克。100坦克和100。这款新坦克，首先从尺寸来看，整体的尺寸跟中国的99式坦克相比，并没有变化太多。整体的长度大约比99式坦克缩短了10%左右，而宽度和高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款新坦克之所以选择更短的尺寸，应该是为了应付更复杂的地形环境，例如山地、山区等等环境下面进行使用。而这种作战环境下，该坦克的战斗重量应该也不会太重。而在配置上却丰富了许多。首先，它的炮塔设计选用的是无人炮塔。无人炮塔的设计意味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更高，所以车主成员只需要2名就可以，不像99B 坦克一样设计了3个车主成员。前方驾驶舱可以看到，前面设计了5个观察窗，其中3个覆盖前向视角，另外2个分别覆盖侧前方的视角。这些构成了此款坦克前方和侧面全角度的观察窗，可以很方便驾驶舱内的所有成员通过自己所属的观察窗观察外面的情况。这对于现代化的作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成员舱来看，驾驶舱的前上方、炮塔的正前下方一共有2个舱门，顶部炮塔的正上方还有1个舱门。驾驶舱的这2个舱门应该是提供车主成员进出使用的，而炮塔的正上方的舱门应该是用于检测炮塔内部和保养装备使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其炮塔的设计采用了非常多新式的设备。新型坦克的炮塔设计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和雷达探测系统，这应该是此款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的构成。其中，炮塔的前后左右4个角分别设计了4个雷达覆盖单元，每个雷达单元至少有2个不同的雷达阵列。这些雷达阵列可以用更高、更宽的频率去检测来袭的目标。在雷达阵列的下方，同样也设计了4个角度的炮塔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覆盖不同的角度。阅兵现场没有介绍太多的信息，但大体可以了解到，这些传感器或许可以具备光学侦测的能力，例如红外检测预警、速度检测预警等等。因此，新型坦克通过大量的传感器配合上主动防御系统，能够大大的增加车主成员的态势感知能力。这就意味着，在战场上面，车主成员能够更加全角度去感知来袭的导弹、来袭的炮弹，甚至敌人的枪械声音角度等等，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对战场情况的认知能力。毕竟，现在咱们国内的传感器已经大量的用在了汽车上面，并且也非常的成熟了。那么，把更高的技术转移到军工方面，也是非常的靠谱的。从这款坦克的传感器配置，你就能看得出来，因为除了炮塔的大量传感器之外，在车体的周围也布满了大量的光学传感器，也有可能是我们常说的各类摄像头，这些用于进行车内成员的内部辅助驾驶使用。那么，这些大量的传感器以及设备，就需要一个特别优秀的系统去协同。通过公开的视频来看，车主成员的头盔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护目镜，这个护目镜的设计非常像是增强现实的 VR 眼镜。这套增强现实的系统在国际上面已经有出现过，例如以色列的坦克中也有配备，使用一种叫做铁式的增强现实系统来进行处理传感器产生的数据，从而态势感知坦克周边的信息，例如360度影像、红外夜视、辅助驾驶、辅助瞄准等等。因此，这些自动化的传感器大量配置，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此款坦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一定不低。因此，只需要2个车主成员就可以驾驶战斗，也就不足为奇。而大量的传感器只是获取信息的方式，那么该如何去应对潜在的和即将到来的危险呢？新型坦克的前方、雷达的下方分别设计了6具烟幕弹发射器。那么很多人就疑问了，前面覆盖了，我们的其他方向怎么覆盖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该炮塔的顶部左右2侧还分别有4具烟幕弹发射器。顶部的烟幕弹发射器，它的朝向是不同的，基本上可以覆盖需要的角度。这种现代化的烟幕弹发射器不仅仅只是为了阻隔光学视角，它还具备了红外线阻隔的能力，所以对于无人机远程的红外侦测和红外引导的反坦克导弹还是非常有用的。而这一些可能仅仅是为了预警和隐蔽，那么真正的危险来临的时候，这款新型坦克的拦截方式是如何的呢？新型坦克的拦截方式就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通过炮塔上面的主动防御导弹以及主动的遥控武器站来实现。
先是炮塔的上面左右两侧分别安装了2个拦截导弹发射装置，每个发射装置上面可以安装4枚导弹，总共8个导弹。因此，当火控系统识别并发现目标之后，就可以根据系统需要去处理是否使用导弹进行拦截。比如我们常见的反坦克导弹、武装直升机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拦截导弹进行拦截。除了防御导弹之外，另一个系统应该是根据俄乌战场的启发来进行设计的，那就是带有扫描阵列的遥控武器站。这个武器站应该是用于对付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使用的。从俄乌战场的经验来看，对付自杀式4轴无人机最好的装备之一，除了电子干扰装备之外，士兵的打靶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把士兵换成遥控武器站，再搭配上侦测火控雷达，基本上可以实现非常好的抵御效果。武器站的装备情况暂时没有办法看清楚，大体是高速机枪或者是霰弹枪。要是为了对付小型的低空无人机，那么自动霰弹枪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毕竟俄乌战场的经验来看，霰弹枪的效果非常的好。武器站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观瞄火控系统，除了作为观瞄之外，应该可以作为车长的瞄准观察镜使用。但是这个武器站它的俯仰角度以及安装的位置、雷达扫描范围可能存在一定的死角。如果无人机是从低空贴地过来偷袭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发现难度的。不过，如果整个系统都是协同作战的话，搭配车上的大量传感器，这应该也不是个问题。在炮塔的前方有一个主炮黑挺同轴机枪，其主炮的口径比 99B 要小一些，跟以往的主战坦克使用120毫米口径的主炮不同。这款新型坦克它的主炮应该是使用的是全新设计的105毫米口径主炮。这款主炮的长度看着跟 99B 坦克的差不多，但是口径小了。这就意味着它的炮身管倍镜其比例会更大，因此炮口出速度和精度都不会低。另外，主炮的外部覆盖了炮管护罩，这个护罩使用了带有棱角的多边形处理。这种设计一般情况下是为了减小雷达截面积和减少红外特征而设计的，整体视觉看上去也更粗，更加具有战斗力。那么有人就疑问了，为什么要照顾到减少雷达截面积和减少红外特征呢？这应该是根据俄乌战场的实战经验而来，因为在俄乌战场，好多侦察型无人机可能会进行低空侦察，那么在现代化作战环境下，通过这种处理，或许可以减少低功率无人机的雷达和红外侦察。那么前面也讲到，新坦克的人员配置只有2个人，因此其主炮的装弹方式应该是储存在炮塔后方的自动装弹机来进行装填的，这基本上就是武器配置情况了。这个时候肯定有人疑问，咱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一款这样的坦克呢？毕竟它的主炮口径不是特别的大，不像是作为主力坦克使用的。我们从它的整体配置情况可以感知一二，新坦克的整个炮塔和坦克车底设计了大量的传感器，因此这款坦克对于周边的战场的态势感知和侦测能力也更强，而配备的武器大都是轻型武器为主，所以这款坦克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为了支援作战，例如对付建筑工事、在山区作战和对付轻型的装甲目标。而从咱们前几次的边境冲突上不难发现，咱们的边境大都是以高原、山地为主，而在海岸的另一边也是山地和城市居多。在这种作战环境下，坦克的主炮口径越大，那么它所装载的弹药的数目也就变得更小。而对于这些需要火力持续性的作战需求以及更加强大的机动性需求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款新型坦克选择小小口径的作战主炮和大量传感器跟副炮加上搭配武器站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咱们国土面积的地形需求的，并且还能把重量分给更加需要防御的装甲方面。从视频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款新型坦克最突出的就是侧裙的装甲特别的厚。从以往坦克的设计来看，很少会在履带侧裙使用如此厚的装甲，大部分都是把装甲用在正面的受弹面积，例如车手上和手下以及炮塔的正面使用大量的厚装甲。这款新型坦克除了在车体手部使用更长的空间来装备更大的间隙装甲之外，侧面的装甲也非常的厚实。而之所以这么设计，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车体内的车主成员，另一方面是炮塔使用的是无人炮塔，所以炮塔的设计可以通过外挂装甲来进行保护，那么可以把主要的防护重量都用在车体的防护上，这样能够保护车主成员。毕竟在真实的战斗中，车主成员的价值比一辆坦克还要重要。最后在动力方面，目前没有太多的消息。从阅兵现场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得出来，新坦克的尾气好像没有 99B 那么多，甚至都看不见尾气的存在。那么根据咱们这些年的发展，新坦克极有可能是使用的是混动的系统，因为新坦克的车载电的设备比以前的坦克要多了好多。那么如果没有更大的电池提供电力支撑和更大的发电机提供电力输出，这些电子设备支撑不了太久，因此应该是使用的是混动的系统。这样的话，如果是在野外这些掩蔽作战的话，发动机因为战术需要进行关闭，整个坦克的系统还能够维持长时间的运作。另外，前面也讲到炮塔的护罩现藏红外的设计，或许也是为了在静默的时候伏击敌人，防止红外特征过于明显被敌方的侦察无人机进行识别。
或许随着未来后续的发展，这款坦克应该会接替除994坦克之外的其他坦克的任务。随着现在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小型无人机的发展越来越先进，那么未来994坦克的发展估计也会往这个方面走。先是坦克更轻便，主动防护性更强，还有大量的态势感知能力，或许这才是未来主战坦克的发展方向。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探索另一款装备的详细情况。我们下期见。